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我们聊起古埃及，张口就是金字塔、法老、尼罗河；聊起古巴比伦，能扯出汉谟拉比法典；聊起古希腊、古罗马，那更是信手拈来。可是，一旦提到赫梯这2个字，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啊，这是哪儿？是个人名还是个地名？是不是哪个网络游戏里的种族？更离谱的是，很多人明明在历史课本的犄角旮旯里见过赫梯帝国曾经打败过古埃及这句话，甚至可能还在某道选择题里被他坑过1次分，却压根不知道这个帝国到底在哪儿，是什么民族，说的什么话，后来又是怎么人间蒸发的。我们对古代4大文明如数家珍，能把尼罗河、两河流域、印度河、黄河挨个报出来，却对这个曾经和埃及、巴比伦、亚述并列为近东4强，甚至一度把埃及法老摁在谈判桌上签城下之盟的强权，几乎一无所知。这不是我们的问题。说实话，赫梯帝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确实是历史学界的熟悉的陌生人。19世纪之前，西方学界对赫梯的全部认知，几乎都来自圣经旧约里寥寥几笔提及的赫人。很多学者甚至怀疑这是不是一个被夸大的、根本不存在的小部落。直到考古学家真正挖开安纳托利亚高原的黄土，一个足以和埃及叫板的庞大帝国才重见天日。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那些最容易被大众想当然，最容易被地理和历史双重误解的古代地理概念。我们就用赫梯帝国这个神秘嘉宾作为主线，把这些容易踩坑的地理知识点一次性梳理清楚。准备好了吗？我们发车。很多人看地图的时候，遇到小亚细亚和安纳托利亚这2个词，第一反应是，这是不是2个不同的地方？一个是不是比另一个大？还是说一个是古称，一个是今称？中间隔了几百年历史，甚至还有人以为小亚细亚是指亚洲某个具体的小国家。其实这俩说的基本是同一块地方，就是今天土耳其的亚洲部分，一个被黑海、地中海和爱琴海3面环绕的巨大半岛，面积差不多相当于2个半日本本州岛。安纳托利亚这个词来自希腊语，本意是日出之地。东方是站在爱琴海对岸的希腊人视角给东边这片高原起的名字，从古希腊时代就在用，一直沿用到今天。土耳其人自己也用这个词称呼自己国土的亚洲部分，而小亚细亚则是后来罗马人和西方地理学界搞出来的一个相对概念，意思是亚洲的小部分，用来跟广袤的罗马人当时所理解的大亚洲做区分。本质上是一个欧洲中心视角的地理称呼，带着一种你们那疙瘩只是亚洲的一角的意味。所以严格说，两者指代的地理范围高度重合，只是命名的立场、语言来源和使用的历史阶段不同。一个是自己人从东方视角给自己起的名字，一个是外人从西方视角给他贴的标签。赫梯帝国的核心区域就在安纳托利亚中部的哈里斯河大拐弯处，这条河今天叫克孜勒河，土耳其语意为红河，因为携带大量红色泥沙而得名，全长超过1300公里，是土耳其境内最长的河流。在赫梯人的时代，它就是帝国的地理命脉。赫梯的都城哈图沙就坐落在这条河的臂弯之中，几乎是被这条大河用一个巨大的马蹄形环抱保护起来。安纳托利亚高原本身平均海拔超过1000米，四周被托罗斯山脉、庞图斯山脉这些褶皱山系包围，中间夹着相对平坦的高原盆地。这种周边高山加中央高原的地形结构，客观上给赫梯人提供了天然的战略纵深。外敌想打进高原腹地，得先翻山越岭，这也是赫梯能在群狼环伺的近东地区站稳脚跟几百年的地理底气之一。所以下次你看到安纳托利亚和小亚细亚同时出现在一段文字里，别懵，他们说的其实是同一片土地，只是换了个马甲。很多人一听赫梯，会下意识以为这是跟埃及人、巴比伦人一样的闪米特语系中东古老民族，觉得反正都是中东那一片的，历史书上又老放在一起讲，应该是同一个语言大家庭的亲戚。这里有一个特别容易被忽略却极其关键的地理和语言学知识点，赫梯人说的语言其实属于印欧语系，而且是目前已知最古老的有文字记录的印欧语言之一，比我们熟悉的古希腊语、梵语的文字记录还要更早一些。这跟同时代的埃及语、巴比伦人使用的阿卡德语完全不是一个语言家族。也就是说，赫梯人虽然地理上位于我们习惯称为中东或近东的区域，语言基因上却更接近后来的希腊语、拉丁语，乃至更遥远的梵语、波斯语。这也是为什么语言学家把赫梯语称为打开印欧语系大门的钥匙之一。甚至有学者专门提出安纳托利亚假说，认为印欧语系最初的扩散源头很可能就在安纳托利亚这片高原。
而不是传统上认为的黑海北岸大草原。当然，这个假说目前还有争议，学界并没有完全定论，但光是这个假说的存在，就足以说明赫梯在语言学研究中的地位有多重要。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考古学家在赫梯首都哈图沙遗址挖出了大量楔形文字泥板，堆积如山。可起初没人认得这是什么语言，因为楔形文字这种字形本身是两河流域苏美尔人发明并传播开的书写系统，但泥板上的语言内容却完全对不上任何已知的两河语言。这个谜团困扰了学界几十年，直到1915年，捷克语言学家赫罗兹尼在研究这些泥板的过程中，通过比对反复出现的一句话，大意是面包吃了，水喝了，发现其中的词根和印欧语系的词汇高度相似，比如水这个词的发音跟英语的 water、德语的 Wasser 都能对上号，才最终破译出这是一种失传已久的印欧语言。这一发现直接把整个印欧语系的地理起源和传播路线的研究往前推进了一大步，也让赫梯从一个圣经里的边角料民族一跃成为语言学界的明星研究对象。所以赫梯人给我们的第一个反直觉提醒就是，地理上的邻居不代表语言上的亲戚，你不能靠住的进来判断说得像。一提到赫梯帝国神秘消失，很多人脑补的画面是某种天灾、瘟疫，或者一夜之间被外星人掳走时的整体消亡。总之就是人没了，国没了，一切都归零了，跟玛雅文明的各种都市传说一样，带着一种猎奇的戏剧性想象。这里要纠正一个地理和历史认知上的常见误区：文明的消失，绝大多数情况下指的不是人口的物理性灭绝，而是政治实体的解体、都城的废弃以及区域权力结构的重组。赫梯帝国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前后崩溃，学术界普遍称这个时间段为青铜时代晚期大崩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地理概念，请大家记住它，因为它不只是赫梯一家的事，不只是赫梯，同一时期整个东地中海世界，包括迈锡尼文明、乌加里特王国、塞浦路斯的一系列城邦，甚至连强大的古埃及新王国，都在几十年内接连崩溃、大幅衰落或遭受重创。原因是多重因素叠加的。考古学家和气候学家至今还在争论具体的权重比例。气候变冷导致的连年干旱和粮食大规模减产是一条重要线索。地中海东部的树木年轮和湖泊沉积物研究都指向这一时期确实存在极端气候异常。被笼统称为海上民族的一批来源不明的族群大规模海上迁徙劫掠，几乎席卷了整个东地中海沿岸的港口和城市。赫梯内部的诸侯离心离德。赫梯本质上是一个由众多附庸小国拼凑起来的联盟型帝国。中央一旦衰弱，地方立刻各自为政，再加上原本支撑帝国运转的跨区域贸易网络随着周边动荡而彻底断裂，多个因素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连锁触发，最终让哈图沙这座辉煌了数百年的都城被放弃、焚毁。考古证据显示，末代王室很可能是有组织的撤离，因为遗址里几乎没有找到王室宝藏，倒是留下了大量普通的日常器物。但赫梯人的后裔和文化其实并没有真的凭空消失，而是以新赫梯城邦的形式，在今天的叙利亚北部和土耳其东南部继续延续了数百年之久。这些小城邦一直保留着赫梯的文字、宗教和艺术风格，直到公元前8世纪前后，才被后来居上的亚述帝国逐一吞并，画上最后的句号。赫梯首都哈图沙的地理选址本身就很有意思，它建在安纳托利亚高原一处地势险要的山地上，周围是天然的岩石屏障。赫梯人还依托地形修建了长达数公里的城墙和地下水道系统，城墙一度长达8公里。城内还有专门用来储存粮食的巨大地窖群，以应对围城战和干旱，堪称古代版本的山城防御工事。可即便地理条件这么优越，防御体系这么完备，依然没能扛住大崩溃这种系统性、跨区域的连锁冲击。这恰恰说明，文明的兴衰从来不是单一地理因素能决定的。气候变化、地缘政治博弈、贸易网络的脆弱性，缺一不可，也提醒着我们，看待任何一个古代文明的兴亡，都不能只用一个简单原因去一言以蔽之。说到赫梯最著名的高光时刻和古埃及的卡迭石之战，很多人会下意识以为这场战役发生在埃及境内，或者至少是在埃及和赫梯的中间地带。毕竟主角之一是战神法老拉美西斯2世嘛，感觉埃及人不该跑那么远去打仗。实际上卡迭石这个地方压根不在埃及，而是在今天的叙利亚境内，位于奥龙特斯河畔。这条河非常特别，是地中海东岸少见的倒流河之一，大致自南向北流淌，途经今天的黎巴嫩贝卡谷地和叙利亚，最终注入地中海。卡迭石之所以成为埃及和赫梯的必争之地，是因为它正好卡在两大帝国势力范围的地理分界线上，扼守着连接安纳托利亚高原
地中海沿岸和两河流域的关键商路节点。谁占了这个据点，谁就能掌控地中海东岸的南北商路，间接控制沿线的黎巴嫩雪松、锡矿贸易通道等战略资源。公元前1274年，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率领大约2万人的4支军队浩浩荡荡北上，跟赫梯国王穆瓦塔里二世集结的庞大联军在卡迭石城外正面硬刚。据说双方投入的战车总数加起来超过5000辆，是古代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战车会战之一。战役过程一波三折，拉美西斯二世一度中了埋伏，险些被围歼，靠着援军及时赶到才反败为胜，守住阵地。但双方都号称自己赢了。埃及人在卡纳克神庙、阿布辛贝神庙等多处墙壁上，把这场惊险守住的遭遇战大肆渲染成自己以少胜多的传奇战功。赫梯的官方记录却说是自己达成了战略目标，成功逼退了埃及军队，保住了卡迭石这块地盘的实际控制权。这场各自表功，谁也不肯认输的战役，最终没有分出真正意义上的军事赢家，反倒在16年后，因为双方都元气大伤，都需要腾出手来应对各自的其他麻烦，催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份有实物留存、双方文本版本都保存至今的国际和平条约——埃和条约，也叫银版合约。这份合约的复制品，如今就挂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的墙上，被联合国官方认定为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国际和平条约之一，象征着人类外交史的开端。条约里不仅规定了双方互不侵犯、军事互助，甚至还包含了引渡逃犯的条款，堪称最早的引渡协议雏形。更有意思的是，这场婚姻外交的余波还没结束。为了巩固合约，赫梯国王后来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拉美西斯二世，两大帝国从战场对手变成了姻亲。你敢信吗？一场地理位置在叙利亚，主角是土耳其和埃及两个外国队的古代战争，它的和平成果如今被当作人类外交文明的起点，摆在了联合国的墙上，供全世界的外交官们瞻仰。好了，聊完这几组特别容易让人脑补错方向的地理大概念，我们接下来把镜头拉近一点，聊聊那些具体到一个词、一个字就容易读错、叫错想差了的地理名词。这些坑看着不起眼，实际上比前面几个宏观概念更防不胜防，因为它们往往就藏在你随手打出的一个字里。这是中文互联网上最常见的错别字之一，很多文章、科普视频字幕，甚至一些非专业出版物里，都会把赫梯错写成赫梯。这俩字长得实在太像了，梯是木字旁，梯是竖心旁，一个是梯字的梯，一个是孝悌的悌，意思是敬爱兄长，跟古代赫梯帝国半毛钱关系都没有，读音也完全不同，正确的写法只能是赫梯。梯字被选用来音译这个古代民族的名字，其实跟这个文明的地理特性还真有点巧合的呼应。赫梯人的核心统治区安纳托利亚高原，地势起伏，山地纵横，从沿海平原一路爬升到内陆高原，整个地形层层叠叠，确实有点像一级一级的台阶。当然，这只是音译用字上的一个有趣联想，并不是说这两个字之间存在什么严谨的词源对应关系，只是提醒大家在记忆的时候，可以借助这个联想，避免手滑打出错别字。如果你现在打开搜索引擎搜赫梯帝国，会发现依然有不少页面，甚至一些自媒体文章在沿用这个错误写法。这也从侧面说明了这个冷门文明在大众认知中的生疏感，连名字都常常被写错，更别说了解它的历史地理细节了。所以以后再看到赫梯，记得默默在心里纠正一下，是木字旁的梯，不是竖心旁的梯。很多人会不自觉地把赫梯帝国也归入两河流域文明，或者笼统地说成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一支，古巴比伦的兄弟文明。这其实是一个地理范畴上的误用，混淆了两个本质上不同的地理单元。两河流域特指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及周边的冲积平原地区，也就是今天伊拉克的大部分区域。这里地势低平，土壤肥沃，孕育了苏美尔、阿卡德、巴比伦、亚述等一系列文明，地理学上称为美索不达米亚。而赫梯帝国的核心区域是安纳托利亚高原，海拔更高，地形更崎岖，气候也更偏温带大陆性。虽然幼发拉底河的上游确实流经赫梯势力范围的东南边缘，帝国鼎盛时期的版图也一度延伸触及两河流域北部，但赫梯文明的发源地、政治中心主体人口始终扎根在安纳托利亚高原，而不是两河冲积平原。更准确的地理归类是，赫梯是安纳托利亚文明，它和两河流域文明是紧密互动、相互影响的邻居关系，通过贸易、外交联姻、战争冲突频繁往来，彼此在宗教、法律、文字上都有不少借鉴融合，但归根结底不是诞生在同一个地理单元里的一家人。
一个特别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赫梯人的楔形文字，他们确实借用了两河流域苏美尔人发明的楔形文字书写系统，用来记录自己的印欧语言。这就好比古代日本借用汉字来记录发音结构完全不同的日语一样，是文字工具在地理上的跨区域传播，而不代表文明发源地的重合。类似地，赫梯的法律体系也明显借鉴了两河流域巴比伦汉谟拉比法典的一些结构，但内容和量刑原则却有明显的安纳托利亚本土特色。比如赫梯法典整体量刑相对更轻，很少出现以牙还牙式的同态复仇条款，更倾向于用赔偿代替肉刑。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两个地理区域在社会治理理念上的差异。所以下次介绍赫梯，别再把它和两河流域文明划等号了。它是那个高原上借鉴学习的邻居，不是两河平原里土生土长的自家孩子。赫梯帝国的都城，中文资料里常见的译名有哈图沙、哈图斯、哈图什、哈图萨等好几种写法，很多科普内容会前后不一致的混用，让读者摸不着头脑，甚至怀疑这是不是好几个不同的地方。目前学术界和主流出版物比较统一采用的译名是哈图沙。这种翻译上的混乱，其实源于古代地名穿越了多重语言的转译链条。赫梯语原名经过后来的赫梯学学者用拉丁字母转写，再经由英语、德语等欧洲学术语言作为中间媒介，最后再翻译成中文。每一道转译都可能因为发音系统的差异产生细微偏差，这也是很多古代非英语文明地名翻译的通病。比如巴比伦的巴比伦和阿卡德与原名巴别伦之间也有类似的转写差异。再比如埃及的孟菲斯其实也是希腊语转写后的产物，跟古埃及人自己的叫法相去甚远。哈图沙遗址在1986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土耳其最早一批入选的世界遗产之一。今天位于土耳其中部博阿兹卡莱镇附近，遗址范围极其庞大，核心城区面积超过 1.8平方公里。在青铜时代堪称超大型都市。遗址中最震撼的地标之一是狮子门，一座两侧雕刻着守护石狮的巨大城门，石狮造型威严，历经3000多年风化依然轮廓清晰。还有著名的亚兹勒卡亚露天圣所，这是一处天然岩石裂缝构成的露天神庙，岩壁上密密麻麻雕刻着赫梯诸神的浮雕游行队列，一共刻画了60多位神官，是研究赫梯宗教信仰体系最重要、最直观的实物证据，被誉为赫梯的万神殿石刻版。如果你以后去土耳其旅游，看到路牌或者导游介绍写的是哈图沙，不用怀疑，这就是那个曾经和埃及法老掰过手腕，还在联合国墙上留了一份合约的赫梯帝国首都。好了，聊到这里，不知道大家是感觉原来如此，长知识了，还是感觉脑子里原本就不太牢固的地理知识被重新洗了一遍牌，反而更晕了？开个玩笑，其实赫梯帝国这个案例特别典型地展示了古代地理认知里那种想当然的陷阱。我们总习惯用今天的国界、今天熟悉的文明标签，去粗暴地给几千年前的历史打标签、贴地图，可真实的古代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和精细。安纳托利亚不等于中东刻板印象里的闪米特文明圈，赫梯语反而跟希腊语、拉丁语是远房亲戚。赫梯的消失不是好莱坞灾难片式的凭空蒸发，而是一场牵连整个东地中海的区域性连锁崩溃。卡迭什也不在埃及境内，而是远在几百公里外的叙利亚河谷。就连一个梯字都能因为行进字而被以讹传讹的叫错了几十年，这些容易被忽略的细节，恰恰才是地理和历史最迷人的地方。它逼着我们放下想当然的惯性，重新用地图和证据说话。那么问题来了，除了赫梯帝国，你还知道哪些听着熟悉，其实完全被大家搞错的古代地理知识或者文明冷知识？是米诺斯文明和迈锡尼文明傻傻分不清楚，还是腓尼基和巴勒斯坦这两个词也让你脑子打结？又或者是苏美尔和亚述到底谁先谁后，你从来没搞明白过？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我们下期节目说不定就安排上。我们下期见。